在西藏为什么不能捕鱼和吃鱼呢 ？Hello， 人家公看三个桌面，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卓玛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所以来到尼洋河旁边散散步。尼洋河的水资源是非常丰富的，沿着这条河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水电站，不仅可以淋着这边尼洋河的水虽然来自雪山，但是里面有很多鱼。在西藏，大大小小的湖泊有1500个左右，大河水路也有超过100条。除此之外，有数不清的小溪、河流和河塘。在这些水源中，基本都有鱼的存在。但是为什么没有人钓鱼呢？有些人说西藏水里不能钓鱼，是因为信仰。西藏在人们中的印象就是不吃鱼、不捕鱼。地球上每个人都有信仰，西藏人的信仰也和不吃鱼有关。还有人联想到西藏的丧葬习俗，其中一项和水有关，所以不吃鱼、不捕鱼。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想给大家讲一讲西藏的河水。为什么不钓鱼？其实西藏人关于鱼的方面原因并不是单一的，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西藏确实有很多地方不吃鱼不捕鱼，但是和外地一样，西藏也存在人工养鱼池，还有以捕鱼为生的当地人。像每个地区都有关于鱼的餐厅，在首府拉萨，关于鱼的餐厅超过800家。在拉萨市区，人口超过40万，藏族占比超过70%，所以仅仅是外地人无法养活那么多鱼馆。卓玛在这里先说一个结论：西藏人一部分不吃鱼，一部分是吃鱼的。在西藏，导致本地人不吃鱼，除了习俗的原因，更多的是历史遗留。过去的西藏四面都是大山，道路很不方便，所以缺少调味料，鱼的味道本身带腥的，所以味道不好，而且那个时候并不是都见过鱼。除了雅鲁藏布江流域一带，鱼并不是普遍的动物，所以祖先延续下来的传统导致一些人不吃鱼不捕鱼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越来越丰富的调料进入西藏，很多鱼的味道都可以不腥，适应现代人的口味。越来越多鱼馆开起来，还有当地人走出去接触多了，就慢慢接受吃鱼了。但是在西藏可以吃鱼，却不能随便捕鱼，尤其是西藏大大小小的湖泊，当地人的眼中是圣湖一般的存在，所以本地人自然不允许在这样的地方捕鱼。在西藏的羊卓雍湖、纳木错、巴松措拥有丰富的鱼类资源，估计有8亿斤之多，几乎徒手可捞。可是这些湖算西藏的圣湖，作为旅游胜地，只可欣赏，绝不能捕捞。不过在西藏不能捕鱼，并不就是因为当地人不允许，而是西藏本地有规定，为了环境生态保护，这些地方也是政府禁止捕捞的。在政府允许捕捞的地区，只要在相关部门做好备案，是可以捕鱼的。卓玛觉得任何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，无论是谁，都应该理性看待一个问题。世界不是非黑即白，更深层次的东西往往需要好好思考。好了，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，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比如说呢，我身上带的这种我没有炫富啊。Nice。Hello， 连接看3个周明，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卓玛。今天这期视频讲讲西藏藏族人的特色饰品。在西藏经常会看到藏族人的珠子、发带、发饰、腰带、念珠、项链等，这些是西藏普遍的首饰，大部分都是由蜜蜡、松石、珊瑚制作而成的，异常美丽，而且价值不菲。西藏的人喜欢把价值连城的珠宝戴在身上，在拉萨的街头也能看到很多人散步，身上有很多特色的首饰。我身上戴的这种的话呢是蜜蜡，然后这个是珊瑚，还有这边这些呢是那个绿松石。在很早以前，由于西藏是游牧时代，祖先都是放牧而生的，游牧民族居无定所，需要时不时的搬家，所以除了牛养，自然还有一些资产。
由于当时没有车马大物件不好搬运，所以祖先学会了融会贯通，把一些大物件换成宝石。蜜蜡、珊瑚、绿松石是藏族人最喜欢的宝石，不仅方便携带，而且看起来也很美观，一直传承到现在。藏族人利用这些宝石做成饰品，配合民族服饰，显得特别好看。当然了，除了以上3种材料，每个地方也有不同。在拉萨、热哈兹等地有一种叫波珠的头饰，用了翡翠和珍珠。像这种的服饰的话，在我们日喀则这边是非常普遍的，但是在西藏每个地方的服饰都是不一样的。在我们日喀则这边的话，差不多是这个样子。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，珊瑚、玛瑙、牦牛骨、藏银等都是制作首饰的主要材料，而利用这些材料设计出细小的花纹、镂刻、线嵌，巧妙形成藏文化首饰风格。藏族首饰是全家几代人传话的财宝，戴在身上既方便又安全，所以藏首饰不仅仅是美的代表，也是财富的象征。藏族人头上戴的巴珠，还有发卡、发辫上的银币、耳朵上的大环、到项链、图文腰带、活莲、盒子、腰扣，以及手上戴的各种戒指、手镯等，都拥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。这些的话呢，是我们平时聚会啊、过年啊，还有村里搞一些活动呀，尤其是大人都是必带的品。现在我带的这些呢是最简练的，也是最普遍的那种。就是我们搞大型的活动的时候，就是不止这些，这边全是绿松石，还有蜜蜡呀、珊瑚呀，就是带的满满的。但是我这种的话呢，是最简单的那种。藏族人把巴珠口岸那些戴在身上，并不是为了炫富，而是一种对美好的象征，对文化的保留。家里的首饰代代相传，特色的民族文化一直传承。